根据路透社报道，美越当前正在进行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武器交易协议，其中就包括向越南出售美军的最新款 F-16战机。回顾往昔，美越这两家呢，在50年前还曾差点把脑子打出来呢，现在为什么又哥俩好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分管亚洲事务的副防长费纳在与拜登赴越南的飞机上透露的信息，美国正在考虑制定特殊的融资条款，以帮助越南减少对低成本俄制武器的依赖。这一积极举措旨在让越南重新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盟友，加强其在地区内的军事实力，以对抗俄罗斯等大国。据报道，在这次军购中呢，越南将购买大量的美国武器装备，包括 F-16战机、防空反导系统、装甲战车、主战坦克、导弹巡逻艇、武装直升机、反舰导弹以及火箭炮系统等等。此外呢，越南还允许美国战略武器装备，比如海军航空母舰、核潜艇等，在其军港和码头进行补给和修整。起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大兵个人还是十分吃惊的，毕竟越南和美国可以说是有名的老冤家了。两国呢，曾在上世纪经历了惨烈的战争，造成了双方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1975年4月30号，越南战争结束，北越统一南越。在美军退出越南后，美国随即就对越南全面实施了贸易禁令和武器禁运。不过，随着冷战结束后，两国也逐渐开始和解。1995年，美越两国正式恢复原外交关系。此后呢，双方的合作就再也没能停下。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环境下，越南的武器禁运也终于在2016年被解除。但虽说禁令被解除，但越南呢却只是仅仅向美国进口了海岸警卫船和训练飞机，其80%的军备还是来自俄罗斯。而之所以如此呢，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在苏联时期，越南就和其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了苏联解体之后。越南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苏制装备，比如主力坦克是苏联的 T-54， 战斗机是苏联的米格21，护卫舰是苏联的别加级护卫舰。到了俄罗斯时期，越南空军装备主力也是采购的苏27和苏30战斗机，海军则是采购了俄罗斯的基洛级常规动力潜艇。并且呢，越南军队的体制、训练理念和武器系统都来自苏联，几乎所有的军事人员、军队的骨干指战员都是苏联培养训练的。所以越南和俄罗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越南军事装备的零部件供给呢，要依靠俄罗斯，而越南的飞行员每年都要去俄罗斯集训。除此之外，相较于美式装备，俄罗斯的装备相对便宜，这也是越南购买俄式武器的一大要素。而在美国刚刚解除武器禁运的时候，越南就有意从西方引进一些非俄制的战斗机，来提升本国空军的战斗力。比如当年他们就曾咨询过欧洲的台风、法国的阵风和瑞典的鹰狮，但是受限于自身国力，这些昂贵的武器一直都没有进入到越南空军。从以上这些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越南可以说是俄式武器的市场天堂。那么美国的 F-16又是如何在越南那一片苏系战机当中杀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呢？这次的俄乌战争是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我们都知道，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俄罗斯的武器家底已经捉襟见肘了，陆军被逼得不得不起风老旧坦克，俄空天军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在这种自家武器都还不够用的状态下，俄罗斯也无力再为越南提供武器销售。而华盛顿方面则抓住这个机会，与越南关系进行了2次升级。美国不仅将越南当作全面战略伙伴，并且还承诺在接下来的军工订单中会对越南有所优待。路透社表示，这次呢，美国与越南进行的军售谈判可以说是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但前面咱们也说了，价格昂贵是越南采购美国武器的一个障碍。除此之外呢，让武器几乎全面俄化的越南军训练使用美国武器，这也是一个问题。因此，为了让越南免去资金上的顾虑，拜登政府非常贴心地为越南研究量身打造军事融资条款，确保对方能够入手这批美式装备，以摆脱越南军队对俄式装备的依赖。这对于囊中羞涩的越南而言，自然是一个好机会。虽然目前呢，这笔交易还处于早期阶段，具体条款还都在敲定，但大兵个人认为，越南还是很有可能和美国签约的，毕竟两国都各有所需嘛。对于越南而言，将武器全面依赖于俄罗斯是很不安全的，
虽然越南本身并没有完备的军工制造能力，但目前来看，越南正在试着降低对俄式武器的依赖，让自家的武器来源更加多元化。上世纪80、90年代，越南的武器几乎全部都是苏俄的，但现在已经降到了80%，另外的20%是来自印度。现在又有了美国这个来源，越南希望的是在俄罗斯、美国、印度这些大国之间实现武器来源的多元化，从而确保它的国家安全。越南对俄罗斯的军事依赖也会相应减少。而对美国而言， F-16战机销售越南，从经济角度来看，通过与越南加强紧密合作，美国也能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同时也为其军工企业提供了新的商机。越南则可以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促进其经济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这也会让俄罗斯更加难受。而且在这场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已经由于各种俄式装备的真实性被扒了出来，导致军火出口能力下降。在这个前提下，俄罗斯只会更加重视越南这样的传统市场。而就目前而言，越南空军的主力战机是俄罗斯的苏30、苏27、苏22、米格21等。此前越南曾计划用米格29替换老旧的米格21、23，但是鉴于苏联空军中的米格飞机数量，这一升级计划可能涉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相比之下，俄罗斯2022年的军火出口总收入约为108亿美元，因此与越南达成的数十亿美元的潜在军火交易，无疑会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关注。而美国这次的 F-16大单，无疑会抢占俄系战机的风头。作为全球的第2大军火出口国，俄罗斯在多年来都保持着全球军火市场20%的份额。然而，在俄乌开战后的2023年，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降到了16%，主要原因还是一场战争暴露了太多俄式武器的缺点。例如先前普京引以为傲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加入战争后，不仅未给俄军带来什么巨大帮助，还多次被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拦截。除此之外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多次被乌军无人机击毁。在此之前，对于一些国防资金不够充足的国家而言，物美价廉的俄式武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到如今，随着各国电子工业的发展，现代武器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俄罗斯的电子工业却远远落后于世界，这就导致如今的俄式武器虽然价格依旧便宜，但性能却不再强大。这也就导致原本很多传统的俄式武器买家开始转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最早进行转变的就是印度。作为世界知名大国，印度在自家武器研发上并不出彩，因此对于曾经的印度而言，俄式武器可以说是印军的首选。例如印度陆军大量装备的 T90 以及 T72 系列的外贸版本主战坦克，可以说是占据了印度陆军的主要部分。当然，印度空军部分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苏30 MKI 以及米格系列战机也可以说是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没有之一。但作为俄式武器的最大用户之一，印度也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俄式武器的缺点。就以苏30 MKI 为例，这款战机的作战可靠性实在是过于不稳定了。别的不说，截止2020年，印度的苏30 MKI 已经坠毁了11架了。这除了印度军工体系本身的问题外该战机存在的各种系统性问题也是它经常失事的原因之一。所以为了保障本国实力不出现倒退的趋势，印度开始了新一轮的舰载机招标。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俄罗斯还特地开发了米格 29K， 但印度海军最终还是以88亿美元的总价向法国政府购买了36架阵风 M， 作为自己未来的主力舰载机。要知道，在2016到2020年，印度向俄罗斯购买武器的总金额才66亿美元。而除了印度以外越南也同样发现了俄式武器的缺点，开始逐步摆脱自家俄式武器独大的场面。例如在轻武器方面，越南拒绝了俄罗斯的突击步枪，选择了以色列的 ACE-31自动步枪。防空武器方面，越南以5亿美元购买了3套以色列的巴拉克防空导弹，拒绝了俄罗斯的山毛榉、道尔等防空导弹系统。火箭炮方面，越南没有选择俄罗斯的龙卷风型火箭炮，而是选择了以色列的 EXTRA 多管火箭炮。到了如今的战机方面越南更是打算选择美军的 F-16，而非米格29。根据了解，美国这次向越南销售的并非是 F-16的早期型号，而是最新的 Block 70、72型。那么这款战机进入越南后会对其有多大提升？
现在越南空军也都清一色的是俄制产品，而 F-16作为一款多用途战机，在各个方面都是要优于越南现役的俄制战机的。作为 F-16战机的最新型号，从外观上看 ，F-16 Block 7072型呢与现在的 F-16差别不大，但在内部却有着很大变化。例如雷达探测和操控能力，它采用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AN/APG-83 雷达取代了68雷达，可以将雷达信号传播到多层无线电区域，不易被对方反探测或干扰。并且雷达的探测区域范围和机体周围角度均可以调整，与传统的机械雷达相比 ，AN/APG-83 具有更高的处理能力和传输速度，即使在远距离也能绘制出非常清晰的地面地形。其最大探测距离为370公里，可以同时提示的空中威胁目标超过20个。这款雷达还具备高分辨率合成孔径成像工作方式，具备地形跟踪以及非常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从总体性能上来看 ，AN/APG-83 已经和 F-22 战机上使用的 AN/APG-77 雷达以及 F-35 战机上用的 AN/APG-81 雷达相差不远了。显然 ，F-16 的引入会大大增强越南空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相对先进的雷达系统是俄制战机的缺陷项，若两款战机搭配使用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除此之外呢 ，F-16 的武器挂载能力也十分强大，全机共有11个外挂点。通过新式复联挂架，理论上 F-16 最多能挂载16枚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强大的火力和雷达结合带来的是强大的多目标攻击能力。在购买这款战机之后呢，越南空军也将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而且由于新一代的 F-16 呢，还可以搭载美军最新的 AIM-9X 响尾蛇空格斗导弹、AGM-154C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AGM-88B 反辐射导弹等武器，具备先进的超视距作战能力，并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对地面防空系统进行压制的能力。在这些导弹的加持下，越南空军也将具备更加强悍的空战能力。由于其强悍的雷达探测距离，足以让越南空军在空战中占据攻击距离优势。而且美国 F-16 还配备有电子战系统，这对于过去基本没有此项能力的越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另外呢，有了美制的 F-16， 越南空军就可以更好地同周边其他国家同样列装有美式战斗机的国家开展更加深入的军事演习，在演习场上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等操作。这批美制武器的到来将极大提升越南的军事实力和远海作战能力，特别是 F-16， 更将显著提高越南空军的战斗力，增强其空中优势。当然了，美式战斗机的加入并非只会带来益处，在短时间内呢，越南空军将会遇到不少的麻烦。比如说，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在数据上无法互通，想要实现联合作战的话，至少需要磨合很久才能完全实现。另外，在后勤保障方面，越南全俄制的保障系统和设施也需要针对 F-16 来做出调整，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资金。因此可以看出，越南倘若真的和美国达成了 F-16 战机的交易，在短期内呢，虽然无法形成战斗力，但对其整体而言却有着良好的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 F-16 入越这件事儿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